芒特干比尔，一个坐落于澳洲阿德莱德和墨尔本中间的小镇。但是大老远的从阿德莱德或墨尔本开4个多小时的车来，真的值得吗？不管是旅游书还是旅行团，都必看蓝湖、洞穴花园，还有一个藏在山上的百年塔。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踩点踩雷，看看什么是值得，什么是踩雷。Let's go！我们是2个现在要出来找早餐吃的人，但是国定假日什么都没有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冷清的街上，妈呀，这街上也太冷清了吧！大家可能都去庆祝耶稣复活了，连狗狗的眼神都有那么一点哀怨，好像在说我也要去放假。太好了，另外一家也有开。总之，先来杯咖啡暖暖胃吧，来安慰一下我昨天没有睡好的心情。咦，旁边有台钢琴，那很久没来 gay 拜一下，来 gay 拜一下吧。弹错音没关系，我只是选择了一条别人不敢弹的旋律。我们这几天住在这间旅馆，价格来说非常的亲民，位置方便，门外就有车声，楼上有脚步声，左邻右舍还可以听到打呼声，真3D 立体环绕音效。我刚发现纱窗这边超危险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纱窗这边的缝也太大了吧？这个根本防不了蚊子吧？这纱窗到底是干嘛用的？别说小偷，蚊子都防不了吧？他们设计不了。拆门达人是你啊！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 Cave Garden， 为什么来到这里呢？因为它离市区最近，走路就可以到，但其实这里是比较适合雨季来，因为雨季会有瀑布，其他季节来可能就只能看干干的洞穴。但是说真的，下雨天会有几个人想来玩深入地心的探险呢？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 Mount Gambier 这边市中心的景点之一，这里叫做 Cave Garden。你以为这里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花园而已吗？不，没有那么简单。这里呢，曾经在19世纪的时候是当地人饮用的水源来源之一。那它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？让我们继续走下去。这一座洞穴是由火山地形还有石灰岩长期侵蚀而成的。早期的原住民认为这里是圣地，他们视为与祖灵连结的重要入口之一。必有轮框，后来到了欧洲殖民的时候，这里变成了公共水井，居民会在这里打水、煮饭、洗澡兼煮茶。想象一下，一整座的城市饮水就靠这里，虽然现在只剩下完美拍照的功能而已啦。不过不只是滴水声，还有人呢曾经在这里晚上的时候看到有人穿着19世纪的服装在这里办茶会聊天。究竟呢这个目击者是喝太多了呢，还是真的有人在这里不想离开呢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我们现在呢带大家来到的是满甘比亚的地下秘密花园，叫做Unferston Sinkhole。然后呢，你以为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花园而已吗？它以前曾经是伐木场哦。跟我一起走，来带你看看地底下的奇幻花园长什么样子。走吧。这么梦幻的地方，没想到当初是用来堆木头的吧？人类当时觉得天然的坑不堆好像对不起自己。后来木头没有要堆了，有一个叫做 Unferston 的议员路过，想说啊，这么大一个洞不拿来种花似乎太可惜了，于是就种花了。没错，花园的名字就是由他而来的。他一个人发起了名为“改造地狱边缘”的计划，然后半个世纪之后，这里变成了 IG 打卡圣地。这里以前曾经有个烤肉台，然后在19世纪的人们会在这里烤肉，但是可能后来 portion 太多了，他们都在这里吃东西，然后所以导致于就是全部都是一堆什么水果残渣，然后后来喂食的人也都把水果放在那里，所以他们就变得很混乱。这里是
这个洞穴花园的地下供水系统。下雨天雨季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像现在这样的小瀑布，很漂亮，长满了青苔，算是一个自然的生态。因为这里面也住了很多小鸟，然后各种动物啊之类的。现在是4月，正是绣球花开的季节。找到了一只可爱的小鸟鸟，这里面有很多小鸟住在这个葡萄藤蔓里面，感觉上，这也是完全天然的地下洞穴。这里写的 "Stay clear"， 前面有蜜蜂。看来因为这个上面很多洞，所以应该是有蜂巢在里面。为了预防我被叮得满头包，所以我就不往前了，给大家看一看、瞧一瞧，完全天然的洞穴。这里就是刚刚从下面看到的藤蔓内部，一边是天然的石灰岩墙，另外一边是自然界的窗帘，厚重壮观，而且全年都不用洗，里面还住了很多小动物。而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的景色也十分的特别。然后啊，我记得啊，在这里会有一只可爱的小动物，我们来看看它在哪里。支线任务之寻找澳洲带雕 Possum， 它通常是住在这里。我今天有带伴手礼给它，但我们要找一下，在这个洞里面吗？没有看到，我们继续走走看，哪里呢？哪一个洞呢？这个洞没有，这个洞呢也没有，这里呢？这里没有。这里也没有，没有。神秘小动物在哪里？今天我们找了很久，还是找不到我们的神秘嘉宾。我在想，他可能吃水果吃饱了，他今天不想吃水果。那 Bill， 你觉得这个景点怎么样？很棒，我已经来第3次了。不止了吧？我记得我以前住马干比亚，我蛮常来这里的。对啊。那如果1到5分，你会给几分？4分。4分，是必来的吗？必来的，必来的，这一定要来，太漂亮了，还是电影的场景。真的，我觉得来马干比亚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必来的，大家欢迎过来看看。好，那我们去下一站，走吧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Mount Gambier 的绿湖，其实它叫 Valley Lake 啦，只是我都叫它绿湖，因为相较于隔壁的蓝湖，这里的湖一直看起来都是绿绿的，绿湖跟蓝湖，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湖的，我忘记了。然后他们3个其实都是火山口，经过了不知道多久前，好几千万年以前喷发的火山口留下来的火口湖。这2个湖呢，比较起来呢，差别在于。蓝湖那边呢，因为是饮用水，一般来说呢是不能做任何的水上设施。但是绿湖这边呢，你可以做任何的水上设施。所以当天气好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人在这边游泳啊、玩水啊、洗脚脚啊，然后或者是野餐、吃饭、喝水、打东东、骑脚踏车，什么都可以。旁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。走，那我们就继续走下去吧。前面这里呢是虎湖 Lookout， 然后也是一个很漂亮的景点。沿着刚才的那一个步道一起走上来就可以看到了，带大家来看看。这里虎湖 Lookout， 他看的是我们刚才提到的，就是另外一个火口湖。这个火口湖啊，它跟蓝湖还有绿湖差别在于，因为这个火口湖，我记得它下面是有洞，无法累积水，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变成另外一个火口湖这样。然后这个 Lookout 叫做 Stephen Henley Lookout。那好，让我们来一起瞧瞧吧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一个 Lookout。然后我觉得在马干比亚住了这么久，这是可以看到蓝湖最全面的 Lookout 之一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现在终于抵达蓝湖了。Mount Gambier 的蓝湖够不够蓝？我个人是觉得不够蓝。其实呢，就我之前生活在 Mount Gambier 的经验啊，最好的时机点其实是每年的10月中快到底，然后到每年的大概4月中，不4月中好像有点久了，大概3月中，最多到4月中左右这段时间呢，其实是最漂亮的时候，水是最蓝的。
蓝湖真的很蓝，常常蓝得像修过图一样，因为它下面其实是一个火山口湖，湖底下深到靠近地壳的灵魂深处，水里面会自然产生出一种叫做碳酸钙的小矿物质。碳酸钙晶体会反射出淡淡的蓝光，在夏天的时候，当阳光角度刚刚好的时候，当湖水够暖的时候，石灰岩心情也好的时候，整个湖水突然会蓝起来，蓝到像进入了 Windows 的桌布一样。现在看起来虽然还很蓝，但是其实那段时间更漂亮。然后其他日子来，如果你遇到下雨天的话，会很变态，因为它会让我想起台北的天气又湿又冷。可能这里接近维州的边界，所以冬天的天气就跟我妈的心情一样阴晴不定。每年夏天蓝到像 Windows 的桌布，冬天只能说人家可能姨妈来的比较久。然后如果你是自己来的话，蓝湖它周遭因为它是一个火山口湖，它周遭是有登山步道的，然后它可以走一圈。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走一圈，然后骑脚踏车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我推荐你来，就是我推荐的这一个 Lookout， 我觉得这里还不错。但是 Mount Gambier 呢，如果你没有来看蓝湖，就相当于你到了巴黎，然后没有看铁塔一样的可惜。所以这里的推荐指数我大概给的是5颗星满分，当然是天气好的时候啦。那么我们就前进下一个点啦 ，Let's go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要开始爬百年塔了。人家是看到坡腿软，你是嘴先软。其实我自己很不想爬这个百年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爬过好多次了，爬起来特别的累，很喘，很累。然后每次朋友来的时候，我都要带他爬一次，所以其实我很不想爬，但没有办法，今天要带大家来看，我们还是去爬一下吧。Let's go！这里有一个脚踏车跟人步道，请问谁会骑脚踏车上来？这会很喘吧？脚踏车跟人的步道，我觉得有点累，让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样快到了，最难的一段路来了，最后是最难的地方。为了节省各位观众宝贵的时间，本段登山过程我们采用10倍以上的快转播放，并且去无存菁，只留下最好的给您。我觉得这个坡度比学校的好汉坡还陡，好汉坡也没有那么陡啊。最后10公尺终于快到了，我们终于抵达百年塔了！哦耶！啊，真的很喘。站在这里，目前为止，这个景点1到5分。如果呢，你今天是跟团来，你可以考虑你要不要上来啊。如果你今天是自己来，1到5分，你很有体力的话，你可以上来啊。如果你没有体力的话，差不多我就给3分吧，有点喘。我们终于抵达百年塔了，在我身后的这就是百年塔，然后它是用当地的 limestone course， 就是石灰岩，然后盖成的。之所以叫百年塔，是因为为了要纪念英国人当初在澳洲这边，就是在 Mount Gambier 这一块地，就是殖民了100年。对，殖民了100年，你没有听错，建立了这一座百年塔。然后百年塔它很特别的是，就是它被写在 Mount Gambier 这边的 Council 的地方政府上面，就是明文规定它。不管经过任何事情，它都不能被移除，然后不能把它拆除，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。上面这里的景色真的很不错，除了风大了一点之外，可以看到火山口、湖泊、市区，还有看起来很像荒野黄黄的农地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爬上来很喘，却没有地方卖饮料，有点可惜。哇塞，真的有人骑脚踏车上来耶，这也太屌了吧！请问谁会骑脚踏车上来？瞬间被打脸。听这个声音，感觉他骑的应该是越野电动脚踏车。我本来以为他只是上来塔看看，结果没想到他连喘都不喘，直接骑向另一座火山。这位大哥这样不行，你这样我压力很大呢。
那事不宜迟，塔我们也爬完了，脚真的很酸，我们前进下一个景点吧 ，Let's go， 走吧。那我们这集的轻度旅游就到这里啦。我觉得人生就像这座山，当你觉得到顶了，结果旁边还有更累的坡。下一集我们会攀那个更累的坡，火山口、神秘湖，还有很累的我。准备好深呼吸，那么我们芒干比亚深度游见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帮我按赞还有订阅哦，让 YouTube 还有大数据知道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谢谢啦，拜拜。Welcome to Australia.